提到二战航空母舰，你首先想到什么？是中途岛海战功臣约克城号，还是装甲飞行甲板著称的光辉号，或者说不过以上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主角。我们今天要聊的家伙曾在空袭英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后拍屁股走人，在击沉竞技神号航空母舰后潇洒离去，甚至还参与过突袭珍珠港。他就是被誉为中途岛唯一的希望，却在最后的海战中绝望自沉的飞龙号。今天火力军就带大家看看这艘二战最惨烈的航母，它战力到底能在二战中排第几？它又为何被称为帝国最后的牌面？回到20世纪30年代，旧日本海军为了准备未来的跨太平洋海战，制定了第2期舰艇补充计划，史称丸2计划。按照该计划，日本海军拟建造2艘同级的万吨级中型舰队航空母舰，这就是后来的苍龙号与飞龙号。在设计初始阶段，飞龙号被规划为苍龙号的同级2号舰，内部设计编号为 G10。为了规避国际限制，日本官方对外公布了虚假数据，称其长约209米，标准排水量仅1万吨。但实际上，随着日本宣布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与伦敦海军条约，造船厂在施工中对飞龙号进行了大量的结构修改。在这过程中发生2件大事，直接让飞龙号成为了整个日本海军中最独一无二的航母。第一件是1934年的有贺事件，日本造船厂为了盲目追求高航速和轻量化，大量采用尚不成熟的电弧焊工艺，舰体结构强度严重不足，重心过高，直接导致千鸟级鱼雷艇3号舰有贺号在佐世保港外夜间演习时翻覆，事故造成100余名官兵伤亡。随后是1935年的第4舰队事件。第4舰队事件中，联合舰队演习时遭遇强台风，多艘采用电焊强化的主力舰舰首被狂风撕裂，近半数演习船舰船体受创，结构隐患直接成了结果显患。这2次血的教训强制打断了飞龙号的原定施工计划，日本海军也决定放弃在飞龙号上继续使用电焊工艺的幻想，全面回归传统但工艺强度更可靠的铆接工艺。由于铆接会导致重量增加，为了保持舰体稳定性和浮力，造船厂将飞龙号的船宽比苍龙号增加了1米，标准排水量也随之上升至17300吨左右。船宽的增加客观上增大了飞行甲板的可用面积，并提高了舰首干舷高度，增强了防浪与抗沉能力。同时，有别于苍龙号的双舵设计，飞龙号改为了操控响应更高的单船舵。然而，飞龙号身上还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左舷的岛式舰桥。在世界各国的航母建造史上，绝大多数航母均将舰桥布置在右舷，但在建造飞龙号时，日本海军航空部在总结赤城号与加贺号大改经验后，提出了一套战术假设。日本海军习惯将2艘航母编为一个航空战队，如苍龙与飞龙组成2航战，在作战时采用并排同行的双航母编队。但是如果2艘航母均将舰桥设在右舷，战机在起飞或降落盘旋时，可能会因为转向半径重叠而发生空中碰撞。因此，如果把苍龙号的舰桥设在右舷，而把飞龙号的舰桥设在左舷，2舰的战机便可向相反方向盘旋分流，以此规避空中交通冲突。此外，设计师还希望利用左舷至中的舰桥与右舷突出的排烟囱形成物理重量上的平衡，以稳定船体重心。但实践证明，这一奇思妙想错得离谱，其直接导致甲板乱流严重。当飞机低速降落时，乱流极易引发战机失速。更离谱的是视觉习惯错乱，绝大多数飞行员习惯以右舷舰桥作为降落参照物，改为左舷后，飞行员在紧张降落时产生视觉错觉，一个没注意就不小心板载了。日本海军很快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于是在后续建造的祥和级、大凤号及信浓号等所有航母上全面废除了左舷舰桥。但由于飞龙号在下达修正指令时已接近完工，改造成本过高，左舷舰桥便只好由它错下去。而这种由它错下去的傲慢，也如阿卡琉斯的脚踝一样，成为了飞龙号自沉的伏笔。无论如何，一艘海上飞龙好歹是成型了，其全长227.35米，飞行甲板长216.9米，宽27米，采用15200匹马力重型蒸汽轮机，最高航速可达34.5节，约64公里每小时，舰载火力6座双联装127毫米高频两用炮，以及多座25毫米3联装高射炮，常备舰载机57架，另有16架备用机，总载机量约73架。它的第一站便是珍珠港。1939年7月5日，飞龙号正式服役，并与好姐妹苍龙号组成了联合舰队核心打手第2航空战队。1940年，它先后被派往华南地区及法属中南半岛，
为日军陆军的进攻提供空中掩护与野蛮轰炸。在这段时间里，飞龙号的航空队完成了高强度的战术演练与实战积累，飞行员的技术达到了极高水平，欲使其灭亡，必使其疯狂。日本海军高层开始滋生出了一种无敌心态。1961年12月8日，飞龙号作为6艘主力航母之一，参与了偷袭美军珍珠港的行动。在第一波攻击中，飞龙号出动了18架97式攻击机与6架0式战斗机，对停泊在珍珠港内毫无防备的美军战列舰阵线实施了雷霆打击。随后又派出了18架99式俯冲轰炸机参与第二波空袭。在这场不宣而战的偷袭中，飞龙号仅损失了3架战机，便配合其他航母重创了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列舰。随后，飞龙号又顺路突袭了威克岛，支援日军登陆部队。1942年初，他再次南下空袭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将这个盟军在南太平洋的重要港口轰炸成一片废墟，沉没与重创盟军舰船多达数万吨。1942年4月，飞龙号随同第一、第二航空战队驶入印度洋，对英国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发动空袭。在空袭西兰的可伦坡与廷克马里期间，飞龙号上的99式俯冲轰炸机展现出了惊人的投弹命中率，特别是在击沉英国重巡洋舰多塞特郡号与康沃尔号的战斗中，日军俯冲轰炸机的投弹命中率高达80%以上。随后，飞龙号的机群又参与围攻并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的竞技神号航空母舰。这一连串的战果将旧日本海军的战争气焰推向了顶峰。然而，这种建立在对手防空体系尚未完善、预警机制滞后基础上的胜利，掩盖了日军航母在损害管制以及抗打击能力脆弱等方面的短板。很快，短板就变成了死穴。1942年6月，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中途岛海战爆发。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试图通过进攻中途岛，吸引并歼灭美军残存的航母主力。南云忠一率领由赤城、加贺、苍龙、飞龙4艘航母组成的第一机动部队担任主攻。然而，美军情报部门早已破解了日军的 GN-25 密码。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将军提前在预定海域布下了伏击圈。6月25日清晨，日军起飞了第一波108架战机轰炸中途岛本岛，但未能彻底瘫痪美军机场。带队返回的日军指挥官发出建议，有必要进行第二次攻击。此时，停留在4艘日军航母甲板和机库里的第二部战机，原本装载着用于攻击美军舰队的重型鱼雷与穿甲弹。南云忠一在收到汇报后，陷入了长达10分钟的犹豫，最终下令将机库内的鱼雷拆下，换装用于轰炸陆地目标的高爆炸弹。就在此时，日军侦察机突然发回报告，发现美军舰队，且似乎带有航空母舰。这个情报让南云指挥部措手不及，南云再次下令停止换装高爆弹，重新换回鱼雷。可身在飞龙号上的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文却建议取消重新换装鱼雷，直接让挂载高爆炸弹的战机立刻起飞。南云忠一虽然没有采纳，可一连串的战令变化已经把他拉扯麻了。也正是这个致命的延误，为美军的干咳变奏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当日军航母甲板上堆满了加满汽油、挂满弹药的战机，机库里散落着大量未收纳的重型鱼雷时，从美军企业号与约克城号起飞的 SBD 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利用云层掩护发起了一场俯冲轰炸。在短短5分钟内，加贺号命中4枚炸弹，机库连环大爆炸，瞬间沦为火海。苍龙号命中3枚炸弹，飞行甲板被撕裂，失去动力，成了死龙号。赤城号还没来得及庆祝自己毫发无损，就因为接连命中2枚炸弹，引爆了机库内的弹药，陷入瘫痪。日本海军引以为傲的3艘主力航母在几分钟内同时被废弃，而此时唯有一艘因为航行在编队边缘，恰好躲在积雨云阴影下的航母幸免于难，那就是飞龙号。当飞龙号从云层中驶出，目睹3艘姊妹舰烈焰冲天时，舰上的日军陷入了惊恐与狂热。此时，指挥权自动转移到了飞龙号上的山口多文手中。面对绝对劣势，山口没有选择撤退，而是命令飞龙号单舰向美军舰队发起赌博式的攻击。飞龙号起飞了第一波反击力量，由小林道雄上尉率领的18架99式俯冲轰炸机和6架0式战斗机。这支小队顺着美军返航战机的轨迹死死追踪，终于在上午12点左右发现了美军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尽管美军巡逻机与防空火炮构成了严密的防空网，击落了18架日军俯冲轰炸机中的13架，但飞龙号的飞行员仍有3枚炸弹精准命中了约克城号。1枚炸弹贯穿甲板，在烟囱附近爆炸，破坏了排烟系统，导致约克城号6台锅炉中的5台熄火，整艘航母失去动力，瘫痪在海面上。
然而，美军的损管能力完全超出日军的预料，美军损管人员迅速扑灭了大火，抢修了锅炉，并在短时间内让约克城号重新恢复了19节的航速。山口多文恼羞成怒，直接打出了飞龙号上的最后一张牌。由游泳战士大卫率领的第二波攻击队，包括10架97式鱼雷机和6架零战。当游泳战士率队飞抵目标海域时，他们看到的是一艘正在平稳航行、防空火力充沛的美军航母。日军飞行员误以为这是美军的另一艘新航母，实际上正是刚抢修完毕的约克城号。游泳大卫率队发起超低空鱼雷突击，2枚重型鱼雷成功击中了约克城号的左舷。剧烈的爆炸导致约克城号舰体严重左倾达26度，全舰断电。约克城号舰长不得不下令弃舰。飞龙号2次倾尽全力，实际上均作用在了一艘顽强的约克城号身上。而美军真正毫发无伤的企业号与大黄蜂号已经锁定了飞龙号的位置，接下来飞龙号将收到最可怕的回礼。美军企业号起飞的13架 SBD 俯冲轰炸机，利用落日余晖的遮蔽，从高空向飞龙号发起了饱和打击。虽然飞龙号凭借34.5节的航速进行剧烈的 S 型规避，但仍被4枚1000磅重型炸弹精准命中。第一枚炸弹直接炸飞了前部升降机，将重达数吨的钢板反砸在飞行甲板上。后续的3枚炸弹贯穿了甲板，在飞龙号的上层机库深处引爆，机库内残留的航空燃油与弹药瞬间点燃。剧烈的爆炸将飞龙号前半部分的飞行甲板彻底撕裂卷曲，火焰迅速吞噬了整个上层建筑。飞龙号蒸汽轮机彻底停转，大火完全失控。6月6日，山口多文与舰长加莱指南大佐下令弃舰，并选择留守舰上随船自沉。长久以来，飞龙号的沉没被描绘为美军炸弹威力下的必然结果，但综合战后解密的历史文件与幸存者审讯记录，我们能发现，美军的炸弹并没有直接破坏飞龙号核心的动力系统，甚至战后被美军俘虏的飞龙号轮机长向宗邦造在受审时还证实，在轰炸结束后，飞龙号最底层的轮机舱绝大部分设备完好无损，全舰8台重型蒸汽锅炉中有5台功能完全正常，3台蒸汽压力略降，主蒸汽轮机也保持完好。那么飞龙号为何会突然失去动力并沦为死船？大家是否还记得视频前面提到的由它错下去的傲慢？在出航前，为了准备占领中途岛后的守军粮饷，日军在飞龙号的通气道、走廊乃至通往下层轮机舱的通道内违规堆放了成千上万袋大米，极大影响了损管与上下层机舱的交流。按理来说，提出这波操作的指挥官足以拖出去砍头，但当时的日军却狂妄地表示：要是占领中途岛后有大米饭吃了，错误就由他错下去。于是海上飞龙就变成了海上火龙。上层机库大火发生后，恐怖的高温顺着钢板迅速向下传导，导致底层轮机舱温度飙升至60至70摄氏度，舱内人员个个在蒸桑拿。随后，通道内堆放的大米被高温引燃，不仅产生了大量致命浓烟，还封死了轮机舱官兵向上汇报锅炉完好的通道。上层指挥官迟迟没收到消息，以为底层官兵全部遇难，于是遵照祖训启动自沉，亲手掐断了飞龙号挽回生机的最后一丝希望。6月6日清晨，日军卷云号驱逐舰接到指令，向已沦为火海的飞龙号发射了2枚93式鱼雷，实施人工自沉。鱼雷命中飞龙号左舷后，卷云号因为害怕美军飞机追击，未等飞龙号完全沉没，便仓皇撤离了海域。有意思的是，正是卷云号发射的这2枚自沉鱼雷，反而意外开启了一扇奇迹的逃生之门。当时，在飞龙号最底层的轮机舱内，仍有约100名因大火封路而被困的水兵，他们被困在酷热漆黑的舱底等待死亡。卷云号鱼雷的爆炸竟然直接在轮机舱附近的舰体上撕开了一个缺口，海水涌入，扑灭了局部的大火，也为这群被困官兵提供了一个直接通往大洋的出口。数十名水兵顺着鱼雷炸开的缺口游出舰体，浮上了水面。几分钟后，飞龙号彻底翻覆，沉入了数千米深的太平洋海底。由于日军舰队已经全面撤退，这群幸存者在茫茫大洋中央沦为了弃儿。他们设法爬上了几艘漂浮的木质小艇与橡胶救生筏，在缺乏淡水与食物、酷热暴晒以及鲨鱼威胁的环境下，展开了长达15天的漂流。期间，多名水兵因严重脱水和伤口感染相继死去。直到第15天，残存的小艇才被美军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发现，美军舰艇随后赶到，将他们救起。最终，整整34名被困在飞龙号舱底的官兵奇迹般活了下来。美军也正是通过对这批幸存者的审讯，拼凑出了飞龙号沉没前内部发生的真实细节。回顾飞龙号的一生，
它诞生于旧日本海军疯狂扩军的时代，因战术上的狂妄与技术上的盲目，留下了如左舷剑桥这样的怪异设计。它在侵略战场上曾作为凶猛的空中平台倾泻火力，却在中途岛遭遇了全面碾压，而它最终因为机库大火、损管失灵导致瘫痪自沉，更暴露了旧日本海军在制度的深层弊病。而它之所以被称为帝国最后的牌面，正是因为在中途岛3艘主力航母瞬间瘫痪的绝境下，唯有他单枪匹马杀出云层，向美军舰队发动了最后的反击。回到视频开头的问题，飞龙号的战力到底能在二战航母中排第几？从它的战绩看，在中型舰队航母中，其航速与打击力绝对处于一线水平，但防御与损管能力较美军埃塞克斯级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代差。在大家看来，如果要给飞龙号的沉没定一个基调，应该是悲壮还是滑稽？如果排除所有场外因素，让飞龙号与美军最顶尖的主力舰队航母1对1单挑，配上双方最顶尖的指挥官，大家又觉得谁能笑到最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大家的观看、点赞与转发，我们下期再见。